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1.22，收盘价是251.05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3.88，最低价是在240.79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08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 倍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目前的多头趋势在增强，或者说叫开始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向上的突破这样的一个位置。那收盘价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并且也站上了之前的我们指的是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这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那么收盘价站上了它的最高，也就瓦解了这个直涨的信号 K 线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在当日是一个强势的上涨，并且呢，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。那这样的信息在强势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成交量增，并且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呢，那我们认为在当日是有获利出场的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要继续上涨，必须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53.88之后，才能够继续有上行的走势。否则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位置，是股价会继续上涨，分别会收盘在242或者是246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38。实际在12月14日收盘价是在251.05，出现了大幅的上涨。那虽然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，但是呢，它们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。这里边我们说的走势，就是说它的最低价是在240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日后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才能够继续上涨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2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目前要站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2月14日的这根 K 线已经站上了我们之前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247这样一个强压力，所以我们把它先删除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目标我们设定是在253，当日的 K 线虽然是一度在253上方运行，但是收盘价又被压回，那正是留下的这个上影线呢，上方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有获利出场的。所以说呢，股价再继续上涨，必须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所以我们把这个
第一个目标，原来的第二个目标，我们也把它去除，因为现在有新高的出现。好，我们调整到254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那现在254将会成为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继续要突破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根含有长或者叫做含有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和前一日含有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们的最高和最低，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横盘区域。我们认为股价日后如果不继续上涨的话，很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横盘，或者是选择再向下突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，股价只有站上它才能够继续上行，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目标呢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定在269，这也是前高。那在到达269之前，目前这根下行的趋势线，我们要回顾一下，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就是1号趋势线，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和之后的2个高点，形成的一条下行趋势线，这也是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好，那么这条趋势线我们会看到，在12月15日。它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59，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强压力。我们会看到之前有1、2、3有3次，股价上涨到这个位置都出现了折返向下。所以对于12月15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在这个地方会遇到压力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个位置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如果能够突破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。我们说的是到达300，也就是说299这个目标。好，那这是股价上行到达269之前的强压力。那再向上呢，我们给出的是279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好，我们再分别重复一下，上方的3个压力分别是254、269，还有279。其中259这个位置是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强压力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28，跌破它就是要比如说现在上方又有了头高，那么跌破它就是要出现底低，也就是要建立空头趋势，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06。然后第3个目标是179，这下行的3个目标是不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给出2月15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于12月14日盘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。然后对于12月15日盘中的关注的位置，我们要关注251，251就是前一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。那关注它的原因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出现上涨而收在高位的。但是如果股价例如如果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，而在盘中始终是在251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
目前我们有一个4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来回顾一下。那这4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2月13日的收盘价，是在239附近10%加仓。那加仓之后，这45%的多头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39附近。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多头仓位呢，我们当日给出的，对于12月14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28。那在12月14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，那在这个地方啊，很有可能这个仓位是会获利出场的。但是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那么这个仓位现在应该是仍然是持有的。那在12月14日收盘价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虽然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，然后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又站上了一个强压力。但是呢，股价目前的收盘价依然没有站上前高，也就是11月29日这根 K 线最高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是进场的。那这45%的仓位应该是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是继续这样持有。那当然，获利目标现在是可以获利的，还有呢就是等股价站上254，也就是第一个目标之后，我们再去加仓，对，做多。好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如果是到了12月15日，那我们由于目前这个仓位是在目前是获利的，那么我们要给出一个停利的位置，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在12月15日，我们测算是在243到245之间。那在2月15日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那么我们再给出这个仓位的止损，那这个仓位止损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，在12月15日是在240附近，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240，那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刚刚说了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或者说是加仓的。那之前一期视讯当中，我们说，在这个如果之前没有进场，在这个地方是可以5%进场试仓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5%的仓位，对于这5%的仓位来说，我们仍然说要止损的话，我们实际上是获利。我们要止损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守240。那当然也可以是在目前这个区域可以短期出场获利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候补仓位的一个补充说明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12月15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的力量的进入，因为在这个地方留有长的上影线啊，说明已经有了卖压，也就是获利出场。所以一旦是低开盘呢，我们认为仍然是有短期获利出场的现象。那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股价是很容易下行的。那股价一旦下行呢，空头力量会继续进入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
跌破20日均线值，是在240这个位置。那还有一个目标就是228。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，我们认为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59，当然还有这个前高254，其中259是一个强压力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12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54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59，是这条趋势线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6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从243到245。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242附近。第三个支撑就是20均线值，是在240附近，其实也是下方的这个小的缺口附近。虽然这几条均线值它是这些值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它分开来，对，因为它们的标志不同。好，那第四个支撑位我们给出的依然是22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是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那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3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4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8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然后在下方的均线值呢遇支撑，也就是收盘价也很有可能会到达243附近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可能呢，我们会在下方的视讯当中把它写下来。好，也就是说股价最低如果是跌破146跌破246而到达243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盘在我们认为是243附近，是在5日均线值的附近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也要给出2个点位，就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9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3附近。那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58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56。对，所以我们给出253和256两个点位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